这就是啊，就这么干干着，真不去帮忙？操什么心？只会打过去的那些事。陆远珠，你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！广公，你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个屁用！听他的，这一战能打得赢吗？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？敌人全都披了甲，我们的人都没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师若是上不得岸，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。一旦水师上了岸，我们才胜券在握。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，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记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打呀，立战功谁不想呀？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，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阵，我即刻自降。本官的命没了，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管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手机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有。保护好管公。周慎都，到。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王兄，杨太尉和水秋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，白霞浦大捷还附了秦公的名册。九郎，确实九郎。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？何时跑去阵前了？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，并未曾去的阵前。那这斩首70级，如何来的？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，一都兵士若是斩首10级，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。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，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，即使报了斩首70级，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。这军功啊，未免也来得忒容易了些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说是军功，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，当不得真。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，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。否则，这些囚拔都是厮杀汉子，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，干练着官爵和赏钱。他若是不待见你，管你是九郎还是十郎，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于你。温州知州的人选议定了没有？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，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，一时争执不下。他们见的谁呀？沈温琪。卢辛苦啊！吃饱饭早歇息啊！卢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
歇歇。早歇息啊！劳烦盛仙儿。别好了。来，劳烦盛仙儿。多谢盛仙儿。入辛苦，入辛苦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吃饱饭，早歇歇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罪臣沈文琪见过七郎君。当朝名士来挖湖泥，难为是君。太湖渔高，祸患连年，辽遣都的将士们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劳，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你。大郎君可还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，3、4年不曾走马劳动，无病无灾，倒是胖了有10几斤。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。既如此，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节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，罪责未免，总该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圣明，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，总是免不得麻烦。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。大王有教，慎温琪跪听。罪臣沈文琪，恭领王教。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，晓通经史，先王在日，颇多褒誉。可又补缺内供奉，全知温州军府事，亲服于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慎温琪，参见大王。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坝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饭，臣是文官还能多上1条鱼。无政务之烦难，无案牍之劳形，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家书，教他们识些文字。陶渊明采菊南山，日子也不过如此了。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。罪臣不怨大王。是不怨，还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为了做事，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内衙军是做事，在辽遣都也是做事。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姑有些小家子气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温州的事儿你都知道多少？欧阳宽贪比不能事物，量狭不能容人。在王都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为州县亲民官，则必坏大政，苦一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，不为讥讽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。你说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。
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人言水秀公玉卿，国中二君子。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末将行路莽撞，督监恕罪。吾王。七郎在查禁卫都。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，臣正在竭力补救，只是还需费些时日。福州战事一起，如今连3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3、4倍。原先1匹绢能办的事，现在3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。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，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。不过，大王尽可放心，明年正月之前，臣必当办理妥当。此事委屈你了。战事为大，九郎纵览大军粮秣，他也有他的不得已。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，外人不知细节，难免有些误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的难处，孤心里知道，莫要生了犹疑嫌隙。臣不敢。昔日投效大王，臣有言在先。大王以国事待臣，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。如今莫受些银钱委屈，便是臣这条性命，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，尽管拿去，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。好，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，孤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。你去吧，大胆做去便是。诺。你听着，此人竟有几分真心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若他没有旁的心思，又怎会在清卫都内广结善缘？立春院大火那夜，有人看见他在宫里。
下官6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。如玉先生，我猜了这许多天，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。哎，子谦，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2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，他的文章和才学，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。下官崔仁济见过如玉公。崔君有礼。定胜高哦。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话。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，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。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。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。前面数万的大军，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啊，还要顾着后面6州的民生，这担子也太重了。不过如今好了，如玉先生来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郎君却是休想。郎君还道自己是5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？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，此时想要歇息，却是已经迟了。便是战事终了，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，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，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，怕是再也不能了。先生容我片刻欢喜，又能如何？这般实诚也太不唏嘘人了。还有，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，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。你稍稍松松眼睛，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。啊，先生知道，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，可这段日子，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。真不知道王兄这6、7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。一家有一家的难处，一人有一人的做法。大王明锐刚宪，奸邪小人不能欺之。所谓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看得太明白，便难免会事必躬亲，日子长了，难免于圣功有损。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？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，害了大郎兄不说，还要置先生于死地。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？做了官还要做生意，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，坏了4个县的吏治啊！王兄，不照样是信重任用，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？你杀了欧阳宽，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。1日之内，御史台10几位御史弹章连上，参合你跋扈擅杀，专权任性。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。倒是你自家，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？请先生过目。这是什么？温州阙税使、营田使、4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服辩供状。既是证据确凿，为何不上奏？哎，这一来嘛，战事还未曾终了，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。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，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。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，继续伸手。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。这其二啊，这些证据里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手尾。此时给递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，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，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？待得战事终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这些证据，当着文武百官，当面奏于王兄，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。先生以为不妥？
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，却须知，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。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、六州都转运使，提举行营粮秣甲仗辎重公事。山岳社的事是属户部，博弈务该管。程昭岳是内衙都监使，属上统军使胡令公该管。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，奏请过大王吗？我是大王亲弟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郎君攻讦程昭岳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？那自然是国事啊。私事才论兄弟，国事无兄弟。程昭岳不过介选之际，福州之战，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当知社稷福祉，在个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红处谨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后，吴越军乘胜追击，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。唐兵溃逃，李仁达归附，福州归属吴越。福州大捷！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军败退建州，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，江东南面行营800里，陆木报捷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此为开疆拓土之功，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纲纪盖文，周道兴隆，申伯遂荒于南土。汉文纂少，宋昌寻长于卫兵，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，拜中吴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，同参大政，封吴国公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，拜侍中。宣德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监使，领湖州刺史，封吴兴郡公。臣叩谢大王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，拜兵部尚书、内衙马军上统军使，领秀州刺史，封嘉兴侯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，拜兵部侍郎、内衙步军上统军使，领睦州刺史，封寿昌侯。臣叩谢王恩。优奖信臣，恩遇有光，左宝批图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此事不公。此战，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；都监各部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。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军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赐，唯九郎军不赏，乃无是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乱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。
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，既不领郡，亦无封赏。同宗兄弟，似不该厚此薄彼。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，又饿了郭大餐，未免树敌过甚，这才要压一压的？坐一会儿。哎呀，哎。父亲啊，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。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。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，那是时任不一样。咱们这个小大王啊，人小鬼大。拿这个孔明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，多好的事情！老夫至今没上请罪表彰，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。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，偏心装作不知，施然给了水丘，这纯粹是恶心人呢。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？怎么论？啊？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，却未受赏。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，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，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？小家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过河拆桥了？阿娘，再耐心等等吧。啊，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。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，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。儿子这个月内跑了2遭琉球，1遭3夫妻，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庄帘？还说不往外拐，净想着往外给钱了。那边的聘礼呢？你们这些小辈啊，心里边没个成算，日子依着你们过，非过得精穷不可。不用。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，我也是能理解的。回来了也不搭理我，那还回来做甚？你别闹！我何时与你闹过？算正事儿。行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，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。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。
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。九郎的事，却不宜久拖。吴相公倒是好敷衍，黄龙岛的娘家人，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。台州的事，九郎立了大功。不要说一人10人刺史，就是上司再后些，毕竟是姑的亲弟弟，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姑想再等等，还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，让九郎上任，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。说来也是，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，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10人知州，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。官爵乃国家公器，哪里是可以买卖的？一个空头的内都监事也还罢了，亲民官、领土治民，那是朝廷的脸面，断不容他这等商贾染指。那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怕他警觉，何承训那边先没有动。我要打草惊蛇，待他办完这桩差事，与何承训一并拿下。哎呀，走开！下去，全都下去！我都不急，你却急个什么？这一阵子，眼皮一直突的跳，一闭眼，全是黛玉那张血肉模糊的脸。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若实在不安心，程某倒有一计，可解都将之忧虑。富儿过来。出手了我，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。说什么呢你？做着这许多事，我还跑得掉吗？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，那是吃人的海龙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主张？仔细说与我听，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，哪些事不当做。时机未到，时机到了，自然会让你知道。衡阳宰牛且为乐，会须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今何在？
这小子起了疑心了，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你如此谋划，是要谋权，还是图财？都不是。不甘心罢了。换作是你，他们兄弟几个把你当猪一样养着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不拼个鱼死网破，还要待宰不成？你玩的太大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呀！这吴越钱家，没有一个是傻子。便说是那个小九郎，在汴梁之时，也是头角峥嵘的，不是个好乡人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拿官爵吊着我，而我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。50万户粮食拿不到手，他们不敢动我。所以现在，什么时候动手，我说了算。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？大半夜不睡觉的，跑我这儿做什么？七哥，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户粮食再对付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。若真是为了此事，大可不必再等。那山岳社是买卖家，既不屯田，也不种地，那50万户粮食，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。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。九郎，你郎君，亲卫帝都指挥使何承训求见。七郎君，九郎君，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。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月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小小的都头，构陷国家大臣，你不要命了？小人万死不足惜，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。既如此，你便说说，你出手成都监使，因何罪名啊？小人出手程昭月，火焚内库，谋害先王，戕害宗亲，3项大罪。
何承训固然是个小人，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，戍守皇城，职分紧要，又身小诸多密室，你何苦逼反了他呢？既是小人，迟早会反，何必在意？话虽如此，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，坐实良机，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？2个月前，福州战事正酣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毁弃，王城空虚。若彼时当机立断，如今大事已成，何某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？是啊，若彼时当机立断，依云卿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，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，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气的商贾喝闷酒啊？前言有意的不是程某，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。勾结南唐，意图造反。何某是如此说的。此事说不通啊！勾连公卿气烈，贿赂公行，为了掩盖行迹，竟然连夜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。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，莫说他没有根基的一代商贾，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，也难逃族诛。正是因为他是一介商贾，不是什么公卿士族，此事才说不通。数月之前台州案发，孤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，其权势威服可比肩宰之，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。在商人的心里，钱比命要紧。这金陵到底许了他什么呀？强兄，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？程兄，前王再器重你，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，既不让你带兵，也不给你钱粮，被人家当猪养着呢。陛下气量宏远，许你时任防御使，出镇润州，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，城池高固，人义广盛，如此宏恩，已经犹嫌不足，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。金陵朝堂之上，多少勋臣众将，追随2代天子几十年，迄今尚未终结。你要陛下如何允你啊？镇东军节度使，镇东军节度使，啊，记起来了，镇东军节度使，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价目了。云卿兄，这是官仆，是要押输赢的。福州之战，唐军胜了，吴越国中人心崩坏。到那时，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，便是再低一等的团练使，程某也要感激涕零，叩谢天。可惜呀，你们不争气，福州城下一场大败。金陵天子声望有损，吴越国中局势稳固，钱氏兄弟声威正盛，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，自然远远不够。那你要什么？不多。镇海、镇东2镇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镇杭州，封吴。一舞剑气动四方，
天地为之久低昂。云清兄，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国中的形势，七郎是知道的。几个月的战事下来，府库几乎为之一空。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，可是犒赏三军，却又是一笔大花费，钱粮从何处来啊？这几日，几位相公大餐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，固然是一时痛快了，可想填上这个窟窿，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。代运的案子，内库失火的清流，这么多年来，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。可姑却一直忍了。午夜梦回，多少次姑梦见父王，父王质问姑：孝悌何在？为人子者，不能报父母之仇，那还算是人吗？大姑还是忍了。山岳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户，银10万，绢10万，善财难舍呀。姑这个吴越的大王，舍不得这笔钱。姑已有决策，程昭岳这贼子，若是能拿出50万户粮米为姑填上台州这个窟窿，这杀父之仇，此生此世，姑不再与他计较。不孝的是姑，与你等无干。王兄，何至于此？可如今却是不成了。杀父之仇，姑能忍；叛国之罪，姑却不能姑息。臣弟谨遂，觐见陛下。弘济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，南边的事情这2日便有眉目了。陛下，程昭岳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其言不可听，其人不可信啊。黄考当年不过亳州开元寺的一仆役，太后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，咱们家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。臣失言。皇兄，福州战事已终，前世已无外患之虞。这陈昭岳在杭州无权无兵，纵然有心，怕是终究难成大业。若只是一个程昭岳，朕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。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障子，鞭笞县令，凌破士绅。东南诸州现在是怨声载道，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。程昭岳此时居中联络，或以会行，或以恩师。杭州城内现在是钱流激荡，大乱在即。弘济已在润州提调3军，只等大乱一起，
立刻剑指钱塘。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。却不知这程昭岳说反了哪一位？旁人倒也罢了。上统军使胡进思是3朝元老，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，有他的元首，洪继和程昭岳的这桩买卖，时分倒有8、9分能成事。若真天遂了人愿，这个节度使，朕给他程昭岳又有何妨？胡进思，父亲，父亲，7郎军和9郎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院门，联袂入宫。你做工部尚书多久了？5年零3个月。与你的才具，想做宰相，确实勉强了些。儿子本也没指望，父亲在，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。一部尚书，5年多，儿子知足。你倒是知足了。你那些弟弟们呢？你的儿子们呢？我就是了。你弟弟才14，他的富贵，你当兄长的不操心，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？乱世偏安，贫贱未必是祸，富贵也未必是福。父亲，不要学那些文算错大，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。60多年前在萧山，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，砍坏了7、8刀，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。富贵贫贱，都是这把刀。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，在人家手里便是祸。胡金思，王兄，程昭岳一介商贾不可略，然则胡金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，久在军中，威望卓著。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，然则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属，还兼着内衙军的上统军事。此老若是与程昭岳互为表里，联手作乱，王都之内历史便要掀起塌田大乱。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！胡俊思，军中元荣，3朝元老，与程昭岳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这总得有个缘由吧？胡进思一把年纪了，与吴越前王家3辈子的交情，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，为了一个史相的虚名。中原换了10几个天子，在程某看来，天下之事皆是买卖，有买就有卖。为了富贵权势，子弑父，弟杀兄，石敬瑭更是连燕云16州都卖给了契丹人，3辈子的交情，3辈子的交情。
上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？眼看着一群酒当饭的、只一性情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，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只因外戚一亲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，换作是你，能忍否？胡进思虽名节高，但始终不得见金节，亦不得入相府，日子久了，相生怨怼，又有何想不通的？七哥，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。九郎说的有理，胡进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，犹在当年代运之上。但是这自成玉罗城的防务也是绕不开他去。此人若是反了，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支可用之兵和一员可信之将都没有了。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？秦从都指挥使是由6个亲检，指挥使之下是有上统军使，于外镇各都里遴选，再就是内都监署，以3-1之数全序签押。胡进思，上统军使；程昭岳，内都监使。如若此2人真的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那这些年将秦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，不是难事啊。九郎可有法子？那就要看6哥到底想处置谁了。若是程昭岳，发一道王命，宣他来此，我们兄弟3人一人一把刀子，就能把他给解决了。九郎，这简直是胡闹！王兄乃一国之王，7个倾倒险境。那七哥说个法子。九郎，若孤想处置的是胡进思呢？那臣弟也没法子了。胡令公的年岁，比咱们兄弟3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！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。而今之计，是要想个办法将钦从都和钦卫都给调出去，暗中指挥姑父、水丘公、养元2位大参，再就是吴伯父，请他带着仪仗家甲入子城亲王。差不多有700-800人。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，率着兵打进来，那臣弟就带着这700-800人跟他亮刀子。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，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，那6哥便还是吴越的王。那若是臣弟要是没撑住，在父王那儿也能替2位哥哥打个前站。调亲卫亲从6都出子城，以什么名义？还得是程昭岳，私藏器械、甲仗，沟通帝国，命钦从都和钦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，缉拿归案。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岳有所勾连，你若去拿程昭岳，他们又如何肯去？程昭岳不是胡令公，他没带过兵，未曾上过阵，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，那也只是卖法施恩。军令骤下，就算有1、2死士，也一时难明虚实啊，总是要乱一阵子啊。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，以快打慢，将他们给轰出子城，到时候北门、通越门一关，内外之事一成，他们再想回来，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。那胡进思这样的3朝老臣都靠不住，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七里能站在大王这边？七哥呀，七哥，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，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3个，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，跟咱们家有姻亲的，一个跑不掉。
妨。靠不靠得住，只需一个问题，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，还是与那程昭月有所勾连。你二人现在便替孤去测一测。杨军的这位前王，心胸手段皆是有的，才智计谋亦是不缺，只是年少继位，少经搓磨，又因着代孕之事，难免多疑善猜。在他心里，其实谁都信不过。你便是算准了此事，才敢如此弄险。他继位之后，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。又因着代孕之事，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，自家人不敢用，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。这不6年的光景，秦松3都，秦魏3都，还一样的银绢禄米、钱财货物散出去，也就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，如今这局面，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？哼，自然不能。这许多的财货花销，我程某无非是买2件事：其一，让前王心生忌惮，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；其二，我做了5年多的内都监使，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7、8人而已。即便是这7、8人，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。开门？不错，正式开门。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月门，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。好大的一桩买卖！云清兄，如今信了吧？这笔大买卖，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，关铺的却是一个胜率，4两拨千骑。宗室不可用，外戚不可用，如今来禁军，也不敢用了。王宫里这位小前王，如今有谁人可用？大概只剩下他那2个好弟弟了吧？浙东营田大使，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东营田使司，统一提调明、台、温3州的营田农桑事。各州自有营田司在，为何要设3州营田大使？台州、温州营田使都坏了事，营田司内的贪渎情弊也需查办明白。这2个官署，怕是都靠不住了。营田大使名爵过重，大王主意何人？我奉王教，来问一问相公。温州知州慎温琪，内都监使程昭月2人，哪一个堪为浙东营田使？这还用问吗？沈如玉是什么人？那个姓程的是什么人？一个是君子，一个是贼子。浙东营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，难不成还要叫一个贼子去做不成吗？程昭月是个买卖人，沈文琪是君子，可君子辨不出钱粮。眼下台州、温州的局面，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、财货营生的人，好生调理。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君子，要用买卖人。诺。这些年我训练了300死士，
如今皆已潜入城中，藏身于山野各个方死之间。只要通院门一开，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。亲从亲卫六都，不奉王教，不敢擅动。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，花出去的财货，此城之内可保无虞。到时候，福晋司将率甲赴萧山大营，以上统军使的身份，号令东西两府不得妄动。唯一可虑者，便是居于罗城内的钱姓宗亲和朱家外戚。我的人手实在太少，以300死士掌控牵制6都禁军已是勉强。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，几家心向钱氏的公卿勋贵、家丁仪仗私兵，仓促间也能凑成1000人之数。我带了500人，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。如此说来，大事可成。浙东应天大事不能用买卖人。那参政的意思是用身份起？慎入于才学胆识尽有的，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。这个浙东应天大事，他做不得。2个都不用。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。九郎？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，宗室复兴，曾于崇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。袁参政，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。得着岂敢玩笑过世啊！九郎君伤的张彦泽，虎狼也好，蛇鼠也罢，自然也伤得。是大王派你来问的？洪处焉敢伪传王教，诓骗水秋公啊！你是不敢，大王敢啊！备马，我要进宫。走。兴公，事情有变。水丘昭劝，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，我在汴梁时领教过，是个狠角色。此人一夜入宫，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。云锦兄，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？无需准备，1个时辰。用不得。好，大王兴如此诈谋，试探宗亲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国家有难，大王不信宗亲，不信勋贵，不信宰执，那吴越国之内，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？水丘公，勿恼，是雇佣错人了。以致这入京宫城之内，钱流激荡，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如何不可信啊？如何不可用啊？刘元臣，滚进来！末将在。
传大王将命，令秦从第1、2、3都，秦魏第1、2、3都，1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。敢有迟疑者、怠慢者、妄语者，思想奔走者，立斩。末将谨遵王教。这是大王的工程，这是大王的王都。无论是宗亲、勋贵，还是那些文武礼数，皆是大王的子民啊！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，你只需登高一呼，满城尽是秦王之师。大王要诛逆，要拿贼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！要知道，此处是3代前王经营守持了40年的吴越，它不是中原。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没有能逍遥法外的逆贼。顺修公，是何承训深夜出手，程昭岳他意图要……程昭岳，陈昭岳是谁呀？他是在王都奉职的一个国家大臣，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。他有不轨之心，有悖逆之行。1名御史，10名兵卒，足以擒之，明正典刑。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，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子臣，那些没有了约束，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，到了外城，该捅出多大的乱子！到那个时候，勋贵相互残杀，黎庶流离涂炭，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市民，何以心向大王？心向前世啊！是洪处糊涂了。你何止是糊涂？走了一遭汴梁，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？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？你那胡闹当计谋，国家社稷，岂能胡来？不该你逞能的时候，你偏偏耍小聪明；该你认真的时候，你偏偏犯了糊涂。一个程昭岳，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。真正的凶险是他背后，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，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敌。大王，洪处知错了，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。站住！请大王赐九郎兵符。臣弟谨遵王教。带着兵符
去找张允。水球公，姑知错了，这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愿与你大王去问个明白。姑派齐眉督护卫水球公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退后10步。沈成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！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谢牙马军上总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效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，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君，沈成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必求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成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君见谅，末将沈成礼。吴越军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帅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箭勘合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。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成礼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
来人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君得罪了。见过师中，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护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，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总管。王教兵符在此。啊，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刊合了。末将代办王事，冲撞了九郎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。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。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，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无威望。萧山大营的沈成礼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。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。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，南下福州，
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城里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南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六哥，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，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，这只是机缘巧合，恰逢其事而已，却是当不得真呐。若当日崇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，而是你，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、纵横南北、生生自汉家统绪，各取了16个州郡的契丹天子。你敢动刀子吗？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